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这个影片呢，主要是做23771606还有2489 KVK 的更新，但是主要的战场其实都是在2377还有2489的那一边所发生的，所以基本上也算是他们的 KVK 更新了。那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暂时只有2个阵营有进行战斗，这包括2377还有2489。那么在一开始战斗的时候，其实2489他们就选用了用要塞的方式来，为了防止2377他们会丢任何的要塞，阻挡着他们的去路。所以那一天他们在出了关卡之后，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子的：2489他们采取了使用一个防线，他就丢了很多要塞，防止2377他们可能会从其他的方向进攻，他们只是想要把他们的战线集中在一个地方而已。那这里为什么他们要丢这么多个要塞呢？一方面也是为了要阻止敌人，他们可能会丢要塞，防止你的去路。因为一般来讲，如果对方他们丢了要塞的话，就变成说你原本建旗帜的话，可能只是需要用到1根旗帜，但是因为对方挡着了，可能你要建2个旗帜或者是1格半的旗帜才可以继续往前。所以2489他们所选用的策略其实是很聪明的。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2377他们就遇到这个情况，虽然2489是防止了敌人做出这样子的行为，但是他们把这个行为加害在2377的身上，所以就变成说这边2377虽然也是有放一些要塞，为了要让自己顺利的建旗帜，但是还是被挡着了。所以到后来我们可以看到2489的旗帜其实有稍微快了2377一点点，然后关卡拿下的时间呢，其实双方是差不多的。至于在圣地附近的要塞，也是双方的时间差不多，就差那1分钟或者是几十秒这样子啊，不会差太远。那其他的要塞呢，就是2377会稍微慢一点。所以整体来说，如果比较起双方的表现来看，其实2489在一开始的表现是比起2377还要来得更好的。这个是他们旗帜差不多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那2489它的要塞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们顺利的建旗帜嘛，所以在这边路途上的要塞全部都拆掉了。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其实一开始2377他们可以选择这条路线更快的建旗帜出去的。那我觉得可能是2377他们建旗帜的部分又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否则你看这个情况，他们应该会更快的抵达，可以更快的把2489给铲除掉的。但显然现在的情况是完全相反的。我认为这个跟他们分散的问题有关系啊，就是你们可以看到2489他们集中的路线都是在一条上面，那2377他们是选择了4条路线，所以他们需要派更多的人要去规划这个路线你应该要怎么建，并且他似乎是比较多的玩家都投入在野战。因为我看到这个比赛一开始的时候，2377的人数是可以压制2489的，那2489的玩家人数没有这么多，可能有一部分是去帮忙建旗帜了，并且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路线还是可以看到有2个2489的要塞挡着他们的路，然后这边后面又有一个2489的要塞，这里也有一个，所以2489这个策略是真的很不错的。那接着后来的情况就是变成这样子，你们可以看到这边2489的防守线是建得很好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那些空洞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有山挡着啊，就算你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洞呢，但是也是有这个不列颠礼拜堂挡着了，所以他们就算旗帜可以建过来也过不去。那么因为圣地即将要开放了，双方也不想要让步，不想要让对方把自己的旗帜给推掉，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是已经放了很多的要塞在这个圣地附近了。那么他们持续战斗来到了第3天，那昨天晚上呢，我是目睹了他们争夺圣地的过程。那其实一开始拿下圣地的联盟王国是2489，那2489在前半场呢其实都是很强势的，2377一直完全没有机会可以争夺到这个起战堡垒。直到了后来2377的玩家似乎是上线了一些外国玩家、欧美玩家，所以他们后面就推的比较用力一点了。基本上在凌晨大概1点的时间，中国的时间，2377就一直是往反扑回去，然后2489的
玩家有逐渐的在减少。尽管后来2489他们是有集合，然后去打2377，想要努力的把他们推出去外面，但是也是徒劳，集结没有办法成功的打下这个旗战堡垒。所以最终我们看到他们完全占领的王国跟联盟就是2377，但是这一场仗确实是表现得很不错，也很精彩。因为根据报纸这边的信息来看呢，他们在这一场战斗里面重伤跟阵亡了48亿的部队，真的很多。因为昨天争夺圣地，他们争夺了大概6-7个小时吧，真的很久。而且你们这边还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的报道，将士伤亡高达108万，这个是讲 GV 那边他们伤亡了这么多的部队。那么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这里就要看双方会不会选择撤退了。那其实这个圣地也没有必要去争夺了，因为2489其实他们另外一边也是有一个圣地，因为这边他们的盟友1606的对手就是 G3 阵营那边是完全没有出来打，就相当于这里的圣地其实是完全直接送给1606了，他们也没有必要去拿这边的圣地，所以2489他们大可直接拿下这边的圣地就算了，没有必要去争夺那个。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去争夺呢？主要是一个士气的问题，谁能争夺到谁的士气就会提升。但是我个人不觉得说这一次2489打输了圣地比赛之后会让自己的士气下降啦，因为其实2489不是他们这里最强的，1606才是他们的底牌。说实话我也是蛮高兴的，看到2489他们在昨天晚上没有争夺成功圣地就马上撤退，他们现在依旧还在战斗中啊，跟对方还在抵抗着。但我比较担心的一点还是2489的资源加速充不充足，因为他们上一场 KVK 结束之后就马上报名这一次的 KVK 了。虽然他们上一场 KVK 比较无聊啦，但是比较起来2377的资源加速是比起2489还要多出很多的，所以如果2489真的要跟2377耗的话，可能是耗不过2377的。俄罗斯父子他们这边的战力就已经掉得很夸张了，各位还记得原本他们的战力有27亿吗？那他们现在只是在区域5这里战斗而已，瓦乌莱恩的战力就已经下降了3亿战力，当然他还有很多战力啦，所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至于 Mr. Hope 这个就比较夸张一点了，直接损失了5亿左右，不过还是那句，对他来讲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啦，毕竟他还有20多亿的战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每一次 KVK 战力都要冲得这么高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有很大可能这一场 KVK 结束的时候，俄罗斯父子他们的战力会下降很多，可能剩下10几亿吧。那他们的战斗是在9月11日开始，现在录制的画面是9月15日，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感觉现在双方就是在玩消耗战而已，看谁的加速资源先耗光，谁就会先撤退，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双方都互不相让的样子。然后这个圣地呢将在12个小时之后就会开放，但是这个时间点其实对于双方来讲都不是很有利啦，就是我们凌晨的大概4点半左右就会开放了，然后感觉大家都已经进入了一个休息状态，也没有看到太多的打斗，就是谁也不想拆掉自己建筑物啦。但是我看到2377其实他们有打算要从旁边进攻，有看到一些2489的旗帜或要塞已经开始被点燃了。那么今天是9月16日，也就是他们关卡开放之后的第6天。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圣地依旧还是2377给拿下，然后这边原本是有连接处的，就是489跟2654的要塞中间还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是489的旗帜，或是2654啊，我忘记了原本是连接着这两边的，但是现在被2377给突破了，并且我看到现在他们要塞上面的城市呢几乎都已经撤退了，要塞也是放烧状态，所以可以确认说其实2489他们是已经选择要撤退了。但因为他们这边周边放了很多要塞的关系啊，所以2377他们要推的话也是要花一段时间慢慢去把这些要塞给烧掉。至于报纸方面呢也是有做更新啊，它这个
个报纸其实还有记录了他们刚好在圣地的战斗的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伤亡的部队呢就减少了很多，比起他们第一次争夺圣地的时候，第一次争夺圣地有40亿嘛，那现在只有10亿而已，就显然他们已经后面战斗到没有力了。但是这边可以看到2377他们伤亡的部队比起之前还要更多了，现在是7亿的部队。然后俄罗斯父子也是有训练部队哦，我们可以稍微去看一下，他们战力似乎是有稍微提升了一点点，我记得好像原本 Mr. Hope 的战力剩下22亿啊，他又提升了一点点上去。OK， 那么这个是第6天的晚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2377已经把多数2489的要塞给摧毁了，然后并且在努力的把旗帜往下建，因为要塞消失的关系啊，所以有一些旗帜就已经失效了，加快了2377推进的速度。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区域5外面2489剩下的旗帜就不多了，还有包括他们盟友的旗帜也不多了，所以也是宣告他们区域5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其实2489的表现比我预期中的还要好很多了。原本我在想着说他们可能打3天左右就要撤退了，没有想到他们坚持到第6天了，所以已经算很好了，总比这边好很多吧。总比 G3 阵营这边好很多，因为他们是完全没有出去战斗啦。所以下一次我们看到他们战斗的时候，应该就是在黑暗祭坛里面了，看他们到时候表现到怎么样了。因为在黑暗祭坛估计应该也是2377跟2489两边对战，双方都是有2个王国在一个阵营的，所以会比较合理一点，他们人数上面差距不会太大啦。至于这边也是一样 G3 阵营跟1606咯，除非是说 G3 阵营他们不出去打啦。但是这一次的战斗呢，估计对于双方来说都耗损蛮大，因为打了这么多天，大家应该用了不少资源加速啦，所以之后我们再看他们表现到怎样吧。 OK， 那么以上就是他们区域5的更新，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补充那些我没有讲到的东西。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